葬送的芙莉莲终于迎来了大结局，费伦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是芙莉莲的弟子，而这个人正是想收他为弟子的赛利艾。师祖能咋办？还不是得让他合格。紧接着进来的就是邓肯了，老爷子的大名连深居简出的赛利艾都听说过，不过那仅限于他年轻的时候。那时的邓肯血气方刚，又有野心，历经各种磨练，从军队的底层魔法使爬到了宫廷魔法使的位置，现在已经是北方诸国最有权力的魔法使了。但在赛利艾眼中，这样的老头子恐怕已经油尽灯枯了。直到邓肯进来的时候，他都还这么想。然而老爷子却给了他一个惊喜，看到他时，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他产生了想与他战斗的念头。看来这老头的野心还在燃烧，所以邓肯也合格了。下一个是尤贝尔，赛利艾甚至啥都没说，就直接让他合格。紧随其后的是眼镜哥兰托，赛利艾都服了，这些考生都是什么卧龙凤雏？考试都结束了，本体都没来过。下一秒，另一个兰托站在门口，表示还是来了的。可惜赛利艾早已看出他的伪装，真正的兰托此时正在老家村子悠闲的喝下午茶呢。当然，有此实力确实值得1级称号，兰托也合格了。下面这位总算让赛利艾开心了点，他问维亚贝鲁喜欢什么魔法，老哥毫不犹豫的回答：魔法是杀人的道具，哪有喜欢不喜欢一说。赛利艾嘴角扬起了找到同好的微笑，自然要给兄弟合格了。这时赞音最爱的大姐姐来了，赛利艾发现自己竟然看不透这个女人，就问她看见自己是怎么想的。大姐姐犹犹豫豫说出了真实想法，小小一只很可爱。赛利艾人都麻了，能怎么样？还不是得给人家合格。不过不得不说，今年的考生质量确实不错，没合格的3年后也还有机会。邓肯则叫住了芙莉莲，感谢他们在考试中的协助，自己也能安心回老家扫墓了。没想到一转眼又在点心店遇上了费伦和邓肯的白给孙女，还选中了同一份点心，老爷子就干脆自己出钱请大家吃点心。修塔尔克不认识这老爷子，一听说人家是宫廷魔法使，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问老爷子为啥要请自己，他也没跟他们一起参加魔法考试啊。邓肯回答，反正我钱也花不出去，就问这样的爷爷谁不想要。但邓肯没有儿子也没有孙子，他的妻子在他25岁时就因病去世了，他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北部高原边境贵族的千金。那时候邓肯为了救治妻子，不得不努力获取金钱和财富，结果妻子死后魔法协会才建立起来。赛利艾也同时提出了成为1级魔法使就能获得特权，邓肯只感到无力。现在的他已经拥有了能运作一个国家的权利，可妻子却已经永远的离他远去了。一直将魔法视作政治斗争的工具的邓肯，在遇到芙莉莲之后，才久违的重新感受到了魔法的乐趣。另一边，芙莉莲也收获颇丰，正抱着一大摞魔导书准备回去，路上碰到一个老奶奶的橘子洒了，却腾不出手帮忙。好在维亚贝鲁过来了，帮完忙就坐到了芙莉莲身边。惊讶他刚刚居然选择了无视，他还以为勇者辛梅尔的同伴都是爱管闲事的那种呢。两人聊起了第一场考试，维亚贝鲁毫不掩饰自己对魔族的厌恶，他参加考试就是为了获得强大的魔法，好将魔族赶尽杀绝。当然在那之外，如果他碰到了需要帮助的人，也会毫不犹豫的施以援手。维亚贝鲁的故乡是北方边境的一个小村子，勇者一行人以前也来过那里，留下了许多冒险传说，可村里的老人却很少讲这些，而是告诉孩子们，勇者帮他们消灭了袭击村子的魔物，还做了商人的护卫或是搬行李等等无足轻重的小事儿。后来勇者去世，魔族残党又开始骚动起来，维亚贝鲁的村子被毁，他才意识到勇者那些脍炙人口和强大魔族甚至魔王的战斗跟他和他的村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光是维持日常生活就已经够忙了。如果当初辛梅尔没有到过他们村子，恐怕即使世界恢复和平，村子也不复存在了。而带他走到这里的就是勇者辛梅尔的那些无聊的冒险故事啊。维亚贝鲁说完后就起身准备走向同伴，临走前提醒了芙莉莲一句，你可要珍惜每次相遇呀，人世间的永别可不仅仅有死亡一种。不过想必芙莉莲早就知道了，他想起了有次帮村民搬行李，结果被一群羊挡住了去路，艾然有些不解，他们必须尽快打倒魔王，做这些琐碎的善事有什么意义吗？辛梅尔当然知道这确实微不足道，做了世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但他依旧不会对陷入困境的人坐视不管。芙莉莲遥遥看向天空，放心吧辛梅尔，世界确实改变了。今天晚上就是1级魔法使的授勋仪式了，费伦带着芙莉莲和修宝一起去了。万万没想到赛利艾那么记仇，直接下命令，今后1000年芙莉莲都不得出入大陆魔法协会的设施。芙莉莲吐槽师祖跟个小孩子似的，看芙莉莲进不去，修宝只好去陪着福福宝宝啦。两人一起跟着费伦从里面出来，却遇到了赛利艾的弟子老头。其实能看出芙莉莲魔力的晃动，所以说明老头的实力非常不错。赛利艾也常感慨，如果他生在战争年
年代，说不定就能和那些知名的英雄一起名留青史了。事实上，赛利艾的弟子中，只有弗拉梅在历史上留名了。老头担心自己去世后，那位大人曾存世的证明就又少了一个，所以他想在死前也做出足以在历史留名的事情，哪怕是杀害了芙莉莲的恶名。说完后，就不由分说的发起了进攻。那攻击居然直接击碎了芙莉莲撑起的防护罩。可惜芙莉莲完全不打算跟老头打，而是告诉他，他根本不需要在历史上留名，因为赛利艾会记得，而且记得很清楚。他嘴上说着弗拉梅最喜欢的花田魔法无趣，可庭院里的那片美丽的花田正是由花田魔法构筑出来的。芙莉莲问出了自己的疑问，但赛利艾也无法解答。他心里是认定弗拉梅是失败品的，拥有那样的才能却没能达到自己的高度，后面的那些弟子还不如弗拉梅。可奇怪的是，明明都只是赛利艾一时兴起收的弟子，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喜欢的魔法，不管过去多久，不管历史上有没有他们的名字，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听到芙莉莲说的这些话，老头放下了法杖，刚好费伦也出来了，三人就和和美美的离开了。考试结束，他们也该离开这座城市了。这段时间，修堡和城里的人相处得很好，大家纷纷向他挥手告别，其中还有那个每天都会去看他休闲的怪老头。出城后，芙莉莲好奇地问费伦拿到了什么魔法，费伦就开心地张开手臂转了个圈圈。芙莉莲发现他的衣服很干净，还有花香，没错，费伦获得的正是将衣服上的污渍一扫而光的魔法。赛利艾当时听到人都麻了，芙莉莲却欣慰地摸摸费伦的头，不错不错，这才是我的弟子啊。紧接着三人就告别了特地来城外送他们的康涅和拉比涅，没有过多煽情的话语，大家很干脆的就此背道而行。以前辛梅尔也是这么做的，芙莉莲就好奇地问他，怎么总是在离别的时候毫无波动呢？辛梅尔笑着回答，只要继续旅行，我们就还会再见吧。离别之时的我们并不需要眼泪做陪衬，不然再见的时候会很难为情啊，所以不需要因为完结而难过，不然第二季播出的时候很难为情啊。